大家好，在18世纪，印度的 GDP 是27%在世界的 GDP，但是在20世纪，印度的 GDP 是3%。在200年怎么发生了？我想谈在这段视频。如果你们看历史，印度是一个富有的国家。印度的王国有好多钱、钻石和黄金，所以印度的王国不需求征服别的国家。你们看历史，你们可以明白我说的。所以印度的王国一直争夺在印度的内部。我们都知道殖民怎么破坏了很多国家。我们印度国家也有一样的情况。我们的殖民人是英国人，在1600年，他们来了印度。他们说他们来对于贸易，所以他们建设很多贸易的建筑，他们开始贸易。当时印度有穆格尔帝国，他们是一个强力的帝国，所以英国人不敢征服穆格尔帝国。但是时间变化了，在18世纪，穆格尔帝国开始变成弱的，因为一个 Persian 王国，他的名字是纳德沙，他争夺穆格尔帝国，他抢劫了好多钱。我听到了他抢劫了好多钱，所以他的国家3年没有税，和穆格尔帝国没有好的王国，所以他们开始破坏了。英国人看到了这个情况，所以他们决定了征服印度。他们慢慢开始控制穆格尔的王国。在1775年，他们争夺了宾果的王国，他们失败那个王国，和他们抢劫了那个王国的宝库。它的宝库的价值是 2.5 million pounds。如果我们看在现在的钱，价值是250 million pounds， 好多钱啊！这些英国人开始征服印度的王国。慢慢他们征服了多个印度。我们都学习了英国有在18世纪行业的革命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行业的革命赢的吗？因为他们破坏了印度的行业。比如说textiles industry，
衣服的行业。在18世纪，印度有25分钟在世界的市场。英国人看到这个情况，印度的衣服非常有名。印度的衣服买的国家是 Egypt、Turkey、Japan 等等，因为他们买印度的衣服，英国的衣服谁买？所以他们破坏了印度的衣服的行业。当时他们控制印度，所以他们开始增加税在印度的衣服的行业。他们增加，所以这个衣服的行业有好多税，所以这个人开始结束他们的衣服的business， 他们结束了他们的 business， 所以印度的衣服的行业破坏了，印度人也开始买英国的衣服，因为印度的衣服有好多税，所以印度的衣服很贵，但是英国的衣服没有税，所以英国的衣服很便宜。所以这样英国人破坏了印度的行业。我说的指衣服的行业，他们破坏了好多行业，所以现在印度变成从富有的国家到贫穷的国家。我觉得你们喜欢这个视频。如果你们有批评，你们可以写你们的批评。如果我的中文不好，你们可以说，我尝试提高我的中文。谢谢你们，再见。